撞成这个逼样，谁知道是特斯拉的 Model Y。这特斯拉是真的硬，这辆车在高速上以120码的速度与大货车相撞，从现场掉落一地的碎片，就知道现场是有多惨烈。车主当时开着 AP 玩手机，撞向了大货车，撞得这么严重，车主居然没事。事后车主表示，在撞车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肯定要交代在这里了，只能牢牢地抓紧方向盘，气囊瞬间全部炸开。车辆转了几圈之后停了下来，自己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状态。几分钟后回过神来，下车报警。特斯拉有时候真的能救命。之前有一辆 Model Y 从这个位置起飞，然后在空中翻滚了10几圈，在这个位置降落。那么在马路上经历了战斗机飞行员都没有经历过的翻滚，失重之后车上的乘客都活着，难道说只要开上特斯拉这辆车，真的就会有神明在保佑吗？因为这辆车真的在全世界一次次的创造奇迹。那么也许这个一直在保佑特斯拉全球车主生命安全的，就是特斯拉的安全车身。我们来罗列一下近2年来特斯拉在全球事故中创造的奇迹。在2023年的9月9号，深圳的一堵围墙倒塌了，其他的所有车都被压扁了，但是特斯拉的车顶呢，让围墙绕了路。再往前看看，2023年的8月26号，一辆对向车凯迪拉克直接冲过了隔离带，砸在了高速行驶中的 Model Y 上。那这场事故的结果呢，是车上的乘客毫发未损。再远一点，2023年的11月份，一辆 Model Y 用198公里的时速冲向了路边的商铺。那在这么高强度的撞击之后，别说车上的司机，但他还下来跟大家说特斯拉刹车失灵了。在2023年的1月份，美国的一辆白色特斯拉冲下了100米的悬崖，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车上的一家人是自己从车里爬出来的。同样在去年的8月份，一辆行驶中的 Model Y 先被小货车追尾，然后被小货车推入路边的树林，接下来 Model Y 的车头又撞倒了3棵大树。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司机亲自给我们讲的故事。2023年的12月份，在美国一次疯狂的酒驾，一辆 Model 3把一辆大货车干下了高速公路，整辆车已经面目全非，不跟你说的话你都看不出来是辆特斯拉了。但是事故的结果是车辆全损，司机全身上下没啥大碍。那反观我们国内有些说不得，为什么一个不匹就可以把车顶给压扁？有了应试的习惯之后，为什么可以把左右的防撞钢梁都做出区别来？哎，你们知道碰撞测试碰撞的是主驾驶，主驾驶的钢板是2层的，副驾驶的是单层的。出了安全事故之后，你们可以甩锅，可以公关，可以删视频，但是你用钱改变不了的是车主已经失去了他宝贵的生命。那些会公关、会删视频、会吹牛、会做小动作的车企，不能只是对标，国家已经让你们超了，这个可以拿得出手的遥遥领先。在造车上怎么显得那么拉胯？有网友表示，这是他拍的500万内最好的家用 SUV， 具体是哪个品牌也不敢说。前天有发了他们品牌断轴的视频，还不到1天就被投诉下架。从影片上看，一旦这个横拉杆断了，全部都会崩塌，全部是单层冲压件，这里也是空的，真的太薄了。看一下 Model Y， 现在顶起来的是这个 Model Y 的这个底盘，我才看到它这个底盘下面的这个连接件摆臂弯臂是采用全铝合金的。首先这个仰角就不用说了，下摆臂弯臂铝合金，看到没有？铝合金，铝合金，铝合金，铝合金。这个基本上你要放到油车上的话，基本上要性能车。你要放到性能车，现在你看，基本上宝马的3系跟奥迪的 A4 下摆臂，基本上首先这根肯定是铸铁的，一体冲压铸铁的，然后是前面是双叉臂的结构。现在大家知道要买什么车了吧？明白。这是在干啥？有没有像犁田？今日随着比亚迪仰望悠久的首批客户交付车正式下线，仰望悠久的热度直线上升，各种车评人直接吹爆。但是也有人表示了怀疑，有网友就表示，为什么我认为仰望悠久是一款失败的车？3大原因。第一，仰望的根基是什么呢？E4方和云辇这2个技术放在 U8 上面没问题，因为 U8 是主打越野跟舒适的大 SUV， 怎么堆料怎么来。但是超跑需要什么呢？轻量化，所以这2样东西就变成了累赘。
而2吨半的体重导致100公里加速需要2.36秒。作为对比，法拉利保时捷918 Spider 都是插电混动超跑，都能做到2.5秒破100，但是它们整体比 U9少300-400马力，因为它们都只有 1.6吨出头。这意味着1300马力当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浪费在了车重上面。可能有人会说，2秒3发也很快呀，确实很快，但是车重带来的另外一个弊病就是全速不行，这也是我说它失败的第2个原因。在国际赛车场跑了2分17秒，是什么概念呢？连340马力的领克03 TCL 赛车都跑不过，因为人家1.3吨不到，也就是说 U9空有一身蛮力，圈速无能为力。又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非要比圈速呢？不好意思，要做超跑圈速就是要快，所有近现代的超跑只要拉去赛车场，圈速一定是顶尖而且稳定的，无一例外。众所周知，电动化时代的动力越来越廉价，如果图个加速快，很多20-30万的车都能满足了。为什么非要花168万呢？难道就是图个原地转圈和摇摇乐吗？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所以最后一个失败的原因，从一开始它的定义就是错的。U9完全可以做一台有气质、加速快又舒适的 GT 跑车，而不是先天就跟操控和圈速绝缘的超跑。典型的 GT 跑车，比如玛莎拉蒂 GT、宾利欧陆 GT、阿斯顿马丁 DB12，这些车永远不会强调赛道，而是格调跟气质，有超跑的加速，同时又有超跑给不了的舒适跟优雅，走在路上淡定从容，气宇轩昂。所以也是我认为跟仰望这个品牌最契合的东西，一种独到的从容的东方美学。但是结果呢 ，U9成为了不该成为的自己，张牙舞爪却一身蛮力，实在可惜。当然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超跑是遥不可及的梦。有网友就表示，为什么比亚迪一直在宣传跳一跳和摇一摇呢？到底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不知道，毕竟有些东西是没有作用的，但是有些东西就很有用了。调低语音的智障瞬间。关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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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上了。你好，小迪，关上了，关上了，关上了。比亚迪旗 L 提车1个礼拜，牌子还没上，居然生锈了。车友们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比亚迪秦或者是海豹06有没有生锈的？抓紧看一看。有博主表示，为啥说2018年4月30号之前上牌的新能源车政策就给报废补贴呢？这台车叫奇瑞小蚂蚁，当年呢是2017年10月份上牌，说明书上写着续航是150公里。当年新车落地价呀接近17，夏天实际续航不到100公里，冬天再减50公里。内饰部分呢，咱就不做过多介绍了。但是总体来说呢，能播咕噜能跑，市区代步也挺好，但切记千万别上高速。就这车不报废，你卖给谁去？根据7月25号的最新政策啊，这台车报废再买一台新能源能给补贴2万，但实际上它就值几千，这还是因为政策好，要不几千块钱都没人要。都说新能源电车是快消品，但我看它有点像杀猪盘。6年前的电车，你可以说它发展初期不完善，但是在6年后的今天，同一个车型半年它就能给你出2款，再过6年它还能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要问问这些车主了。在车企躺平之后，只能自己拿好各自的韭菜，要么挂车上，要么直接回家炒鸡蛋吧。比亚迪护卫舰07，4月份上高速的时候，发现它蛮抖动嘛。4月中旬吧，进店维修，做了动平衡，开了1个星期左右吧，我又上高速，发现还是抖动，还是抖动，那就排除半轴。后面就给我换过，还是不行，那就是方向机没有给我换。后面厂家嘛，针对护卫舰07嘛，免费更换轮毂轮胎嘛。我买车他4S店他不给我换，因为有些车他说换了也没有好。这是厂家的召回政策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群里面都发了。你现在想找我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就让他帮我修好啊。是不给你修吗？还是修不好？他给我修，他说上传数据到厂家了，然后就一直给我动平衡。你的方向盘抖是在什么速度区间当中抖？110到130之间。有把试驾车上轮胎换到你车上的试过吗？试过啊，也是不行啊。半轴都换过了，前轮左右半轴都换了。抖动有变化吗？最后一次就我做了动平衡之后，就是说间歇性抖，但现在的话就一直在抖了。那现在店里是什么方案呢？就不理我啊，把车放在店里面给我修，然后给我个代步车
车就好了。虽然说答应了，他说店里没有再不说，现在一等就1个月。这是哪里的门店？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长迪店。门店不接受采访。好，那既然门店不接受采访，我就以你说的为准。来，比亚迪救援热线的客服代表，你好，我现在急需救援呐，方向盘抖动修了1年了，佛山的南海长迪店。我们刚才编辑想打去电话了解一下情况，不接受采访。我们打了快10分钟，你们400热线了，打不通，没办法打到你们救援热线上去了，能帮我们转交一下这个情况吗？你好，都可以帮您中介。好，谢谢您的帮助。武先生是汇建07，去年3月份买的，买了之后方向盘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就出现抖动现象，分别换过轮子，就轮胎匹配过动平衡，同时前轮的2个半轴全部都换了，依然这抖动没有排除。那这问题怎么办？你们佛山的叫南海长迪店是你们授权他不接受媒体采访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媒体想了解一下情况，车主说的对不对？那你们都不接受采访，那我就以武先生说的对。那你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比亚迪现在卖的好了，是不是就飘了？为什么就这家门店不接受沟通呢？它特殊在什么地方？武先生这件事情有没有隐情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那不行退车嘛？武先生有多少次维修记录了？4次以上了。我最后说一句啊，我们现在代武先生提出这台车退换车 ，O 不 OK？ 比亚迪的底气从何而来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巨丑无比、跟任何颜色车身都搭配不出来美感的绿色新能源牌照是谁发明的吗？去查一下它的专利归属吧。发明这个新能源牌照的车企啊，不可描述。再看这个大眼瞪小眼的充电接口设计，密密麻麻的接触点，估计有密集恐惧症了，看了都浑身难受。谁设计的呢？也是这个车企的手笔，还有那又大又粗又重的快充枪和充电线啊，瘦了点的小姑娘经常充电啊，都能练出来肱二头肌。这种反人类的设计啊，真的没谁。为什么说这个设计反人类啊？来看看特斯拉海外版本的充电口是怎么设计的，交流慢充和直流快充都集成在那一个小小的接口里，触点很少。线缆也不是很粗啊，该有的通信安全校验，能支持的最高功率一个都不差，甚至还更强。你说国内这充电口的设计，全国普及了这么多的充电桩，这得多浪费多少线缆，多浪费多少桶，也有可能是铝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啊，新能源车设计能力上的巨大差异。如果一个产品只考虑使用价值，不看设计水平，不看审美的话，那塑料袋的使用价值比 LV 包强大太多了。LV 包能装的东西，塑料袋也都能装。塑料袋还能装鱼，能装虾，夏天还能装个大西瓜。你 LV 包就不行了吧？只看功能性，塑料袋遥遥领先。那为什么 LV 包能卖的比塑料袋贵那么多呢？抛开品牌因素啊，设计和审美的价值往往比功能性的价值要大很多。单从设计能力上看啊，其他所有的车，听好了，我说的是其他所有车，包括 BBA 等一众豪华车，在内在设计能力上跟特斯拉比，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时代里。特斯拉绝对是集合了全球最顶尖的设计天才啊！从我之前说的充电接口设计差异，你就能看出来，车内各个模块的重量体积，特斯拉都要比其他车小很多。这巨大的前备箱，整车限速长度不到100米，全车没有一个继电器，这同级别纯电车最轻的车身，还有这个丝滑流畅，所有功能都很容易找到的车机界面。包括这个给售后维修带来巨大方便的维护系统界面，都是其他车企望尘莫及的呀。单踏板的设计能管理几千节小圆柱，单体的电池管理系统能焊接这几千节小元素电池的啊，还能保证可靠性的生产工艺。这就延伸到特斯拉的智能工厂，整个生产线的设计、自动化程度等等啊，这也是其他车企望尘莫及的。再比如特斯拉那细长的出风口，用滑动屏幕来调节空调出风方向的设计，各种电器模块的防水设计，摆放位置的设计都非常的科学合理。作为对比啊，这个是某摇领先品牌的后备箱盖板下面的设计，大量车主都是因为后备箱拉的东西漏了点水，就导致设备短路啊，大修的。很多新能源车型的保费高，甚至被拒保，并不是因为这个车型的车祸更多呀，其实是大量不成熟的设计，导致车辆更容易损坏，所以出险率更高，保费才更高的。特斯拉是所有新能源车出险率最低的，跟优秀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。还有就是特斯拉的各种元件，电路板的全球顶尖设计，再到软件层面的设计等等啊，此处省略几十万字吧。特斯拉在设计上的优势太多了啊，一本书都写不完。一辆车由内外，由细节到宏观的设计都更合理的话，不仅仅是更美观、更舒服、更有艺术价值的问题，它更代表的是各个系统之间的内耗更小，更匹配、更紧凑，重量也就更轻，效率更高，性能就更好，故障率也更低，也就是更耐用。而且啊，它还更安全。所以现在只看单个系统的话，国内很多零部件的确超越特斯拉了，比如转速更高的电机啊，更高电压的800伏电池，更智能的语音控制系统，更舒服的座椅铝，用的更多的悬挂部件等等啊。但这些都是硬件，其他新能源车的硬实力的确是可以的，但设计能力是软实力。
这方面的提升要比从硬件上的提升难度要大很多，设计上的差距还很大很大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你是住在高端别墅小区，还是去高尔夫球场打球，你开特斯拉停在各种揽胜大 G 和高端之间毫无违和感，也没人会因为你开个特斯拉而低看你一眼。但如果你开的是个杀马特新能源车型，就好像别人都背的是 LV， 你却拎个塑料袋，那么与众不同。我一看你就是学车的好苗子，我一看你就是学车的好苗子，你这把方向打得真棒，你这把方向打得真棒，你这离合压得太稳了，你这离合压得太稳了，你这脚刹车踩得真准，你这脚刹车踩得真准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。